刷新规则，预言着每种结果。面里上无问对错，依然的诊断枷锁。那挣脱平庸的灵魂，来自孤独和坚韧，再一步就跌落深渊，别躲闪，看向顶点，追，最留住真完美，离完结不曾退，敢一天都而回，踏破前路重重的关隘，眼神人残骸，梦里中闪开，这结局才全然。短短20余载，平儿果真走到了人间至尊。原来我是以怨气而生。或许你会有想明白的一天。父亲说的对，人生还是平淡最好。有趣，区区凡人，竟能在本座神识下保持清醒。有趣，区区凡人，竟能在本座神识下保持清醒。你是谁？难怪不惧神识，原来如此。你不是一个人。阴虚境界的极品傀儡，想不到走这一趟，还真是有意外之喜。待本座将你搜魂，倒要看看这傀儡是何人手笔。绝非第二部修士，但为何我看不透他的修为？雷仙殿使者，阁下是谁？想跑？留下这具傀儡，本座可饶你3人性命。今日是我不会饶你，
若我晚了一步，犬子便已经死在你的手中。无论你是谁，今日必死！哼，不自量力！凭你纵有傀儡傍身，也妄想撼动雷仙殿使者！这点雷力不够。雷系神通，你是血魔，这才是真正的雷。你是什么修为？我的修为，这是意境。他的气息还在攀升，如此强悍的意境，此人绝非泛泛之辈。若他的意境已经突破第2步，今日难免一场恶斗。新神今日征战有神，爹，你不让我修道的原因，今天是要有答案了吗？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在你身边。意境在不知不觉中，竟达到了圆满。幸好，意境终究未突破第1步。若他意境也踏入第2步，配合傀儡，今日怕是难以善了。就这么点修为，也敢冒充雷仙殿使者？今日，本座便让你见识见识。何为使者？雷之神兽，唯有拥有此等雷兽，方配成为雷仙殿使者，尔等冒充之罪，当受灭族之刑。连雷角都未生，也配称雷兽？行角雷兽，竟是圣兽！即便在雷仙殿，银角圣兽也唯有核心使者方能拥有。落在此等散修手中，简直暴殄天物！杀了此人，这圣兽便是我的。雷仙诀，天下万雷，皆难伤我分毫。此雷亦不例外。此乃雷仙殿续四神通，怎会被他如此轻易化解？
先保全力一击，竟然无法撼动其根基。阴虚修士，果真强悍。你对雷道的感悟，确实在我之上。若是你我修为相当，我几乎必死无疑。可惜啊，可惜！你终究只是个问鼎修士。你可知，第一步的神通再强，也跳不出术的范畴；而第二步的天地元力，触及的乃是法则本源。交出银角雷兽与傀儡，否则元力之下，尔等皆化废灰。要战便战！我元力所生无极，若再消耗，阳时之境更是遥遥无期。以许木之子，甘愿隐居，又怎愧护子？不如照其意境破绽，攻心为上。如此紧张，本座只是好奇，这一介凡夫可知晓，自己早已是个死人。住口！意境的破绽，果然是个白菜。他既肉身不存，你为何要用那金色秘法，强行吸回于此？闭嘴！招式不错，但锁不了本座。让本座看看，你这逆天而行的固魂之术，究竟藏着什么秘密？这是惊灭剑气！疯子，此人绝对是个疯子！此等剑气，他竟然只用来给一个凡人固魂塑体。若那剑气方才朝我而来，元力神通，他怎么可能会施展元力神通？是你逼我动用本源元力，元力雷鼎！许木，且看看在这雷鼎之内，你我之间到底谁能活？练！做什么？让符文为何让我心神不宁？摄神车，第三封印，开！不可能！这是什么雷兽？
真的吗？一旦修道，我就会神魂俱灭，对吗？我的身躯是剑气所化，我早已死了。你不曾死去，你就是你。爹，您曾叫我遇山开山，遇水渡水，即便天地阻拦，亦当逆行而上。其实，我心里早已有了答案，只是不肯面对。为什么我不能修道？为什么我没有子嗣？为什么这70余年我不曾生病？甚至连真正的疲惫都未曾体会过。现在我全都明白了，难怪小时候总梦见自己身处一片金色的天地。我王平没有娘亲，但所幸这一生有您，有青姨。爹，您瞒了我70年，只为给我一个完整的人生。谢谢你。若有来生，我会来寻你。原来我连真正的泪水都没有。爹，保重！平儿没法完成承诺，陪您走完生生世世了。平儿，喝药。爹，药很苦。爹，药很苦。我与王平有约，即便是黄泉，也会相伴。我要陪着他。不后悔。不会。爹，保重！平儿没法完成承诺，陪您走完生生世世了。爹，一旦修道，我就会神魂俱灭，是真的吗？我死后，把我送到父亲身边，你便自由了。
若我能选，若有来生，我愿和父亲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山村里，平平凡凡的过一辈子。父亲，既然你不让我修道，那我便要成为这凡人之中的一尊。天儿，你长大了。保重，父亲。用一甲子岁月陪伴平乐，换一场修道机缘，你可愿？我真的想不明白，父亲到底为何不让我修道？我说过了，你不适合。那个叫孙石的女人，真似不错。我的儿子，轮不到你来教训。爹，平儿一生都要陪在您身边，即便死。平儿不能骗爹，不能让爹爹伤心。爹，要不我……尘归尘，土归土，生死轮回之上，却是那捉摸不定的因果。你身负之愿，系于杀伐，亦许于尘世中化解。此番，我便允你一次新生。
入这人间烟火，得你真真正正该有的一生。